所以我再继续介绍下一件作品。はい。那另外一件作品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与一个南方岭南的一个大地艺术季。那在这个它是在台湾的东南部，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在台湾算是在被开发的部分是最少的一个环境。那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在思考说，怎么样跟环境做一个对话。那刚好在我们在搜寻关于在地的有关于环境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刚好看到台湾的台风的天灾造成的很多损坏。那我们就发现说有一批水泥柱，它是在因为台湾有一个尼伯特台风，那这个台风其实它的威力比较强，所以它把台湾在台东种植这个老叶的水泥柱给破坏掉。那我们当时就希望说，可以用这样子的媒材来做一个作品，来回应环境跟人为开发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计划呢，我们就开始去将这个被回收的水泥柱，把部分移到我们的要建构这个雕塑的一个展场位置。那我们透过机具把水泥柱里面的钢筋，就是透过破坏的方式把钢筋取出来，作为这个我们要塑成山形的一个媒材。那我们把比较完整的水泥柱作为一个基柱，让它像是我们被使用的样子。因为在建构种植槟榔的老叶园，它就是透过阵列的方式去立这个柱子，所以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把这个柱子立起来。但是我们在上面就把这些已经损坏的这些钢筋作为山形的线条，然后花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地就是慢慢的把它焊成一个透明的伞。はい。あ、すごくいい仕事ですね。谢谢。那这件作品叫《过境之时》。那航永基工在一开始成团的时候，常常会被定义成处理科技艺术的作品。那从刚刚的日光浴，好像有一种科技的线条，可是它在外观看起来，它是一种比较类比的，然后比较有人为或是环境关怀的一种温度的状态，然后一直到像刚刚看到的一座山跟大地对话的一种状态，我们来到了这件作品叫《过境之时》。那《过境之时》其实是在那个泰国双年展2018年的其中一件作品。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先听到了策展人他有一个论述，他其实在讲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的一个想象。那时候他提出了2个文本，一个是在东方的《山海经》，然后另外一个是西方的《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在我们的印象中，我们可能听过一些鬼怪的故事啊，乡野传奇啊，甚至《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扑克牌人跟皇后的故事，可是我们似乎都只有在漫画、图像，或是在一些2D 的3D 或2D 的数位世界里面，我们会看到它们，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似乎看不到。那透过策展人对于整个双年展的一个想象，那我们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数位的思维，但是它是用一种传统技艺所打造出来的作品，然后放回现场。所以其实在这件作品里面呢，我们是透过了一个旅行的经验，去把在航行中的船，我们透过全景摄影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算是一个记录的错误，去打造出来不应该存在在真实世界里面的一个雕塑。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张照片里面，上面是一艘完整在泰国的交通船，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全景摄影的错误记录，它就会产生一艘变形或是像时间切片的船出现在现场。那这就是我们对这件作品一开始基本的一个想象。これも本当に面白いですね。僕はその時にタイのビエンナーレに僕も何か
アドバイザーかな何かで参加してまし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ごく面白いものを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が、非常に違うタイプの3つの作品を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非常に面白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またすぐ日本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お誘いしますので、ぜひ参加してください。じゃあ今日のインタビューはこれで終わりますが、コロナ禍で大変ですがお元気でまた近いうちに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好，谢谢，大家的。